苹果以后这样吃，比补药还补。90岁老中医1周吃2次，睡眠好，精神足，身体棒，做法简单，一看就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玉，今天花8块8毛8买了2个苹果回来。我们这里的苹果最近的价格是6块8一斤，不知道你们那里是多少钱一斤呢？不得不说，现在的苹果真的是太贵了，我这还是挑的最便宜的买的呢。苹果是一种很多人都喜欢吃的水果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以及其他营养元素，所含的膳食纤维也非常的丰富。民间也有一日一苹果的说法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。但对于苹果的吃法，大多数都是直接生吃，这样虽然是最简单又快捷的吃法，但却不能将苹果的营养成分充分的被人体吸收。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苹果的新吃法，很多朋友都没听过，更没见过。朋友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只漂亮的碗，往里面抓入2把大米，接着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我们用水把米淘洗2次，接着将淘米水倒进一个大盆子里面，以后朋友洗米的时候淘洗2次即可。我们把大米放在一旁，接着将苹果放在淘米水里面，然后撒一把食盐在苹果的顶部，用手将苹果洗一洗。食盐不仅是一种调味品，还具有很好的摩擦性，并且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而我们的淘米水里面含有大量的淀粉，而淀粉就有很好的吸附性。我们用淘米水来洗苹果，就可以把苹果表面的杂质，还有一些果蜡以及其他脏东西吸附下来，可以把苹果洗得更加干净，吃起来也更放心。很多朋友生活中洗苹果都是直接放到自来水下面冲一冲，或者是徒手用刀把苹果削掉皮就直接吃了，这样是非常脏的。洗干净的苹果放进另一只盆子里面，多换2次清水，漂洗干净。苹果不仅酸甜可口，而且它的热量也非常的低，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，饱腹感也特别强，所以平时用来当做代餐也特别不错哦。洗干净的苹果放到菜板上，用菜刀将它剖开，接着再从中间对半切开，这样去核就更方便了。苹果带核这一部分口感非常粗糙，也不建议食用，吃了对身体也没有任何益处。所以说呢，建议大家把它去除干净。接着将苹果切成宽1公分左右的这种薄片，全部切好后收入碗中，接着加入1瓶矿泉水，把苹果完全浸泡起来。苹果在空气中会氧化变黑，我们用水将它全部浸泡起来，就可以防止它变黑。然后准备6颗红枣，一小把这种的红枸杞，用少许的清水将它们打湿，用手抓一抓，这样可以让水更好的包裹所有的食材。接着加1勺盐进来，再用我们5根灵活的手指头这样抓一抓，食盐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在刚才洗苹果的时候就和大家说了，对于咱们的红枣和枸杞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，这样抓一抓可以把它们洗得很干净。小时候就经常听爷爷说红枸杞和红枣是绝配，那个时候不懂得什么意思，现在才恍然大悟。抓上30多秒钟左右后，现在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将表面的食盐残留洗干净即可，多换几次清水。我这里总共换了4次，洗干净后将它控水抓出，和我们的苹果放在一起。这个时候连同泡苹果的水和这些食材全部倒进锅里面，接着再往里面加入2碗满满的水进来，水一次性加足后盖上锅盖。不管煮什么水或者是炖什么东西，都建议大家不要用铁锅，那么可以用不锈钢锅，也可以用电炖锅，一定要杜绝用铁锅，因为铁锅炖出来的东西会发黑，颜色不好看，这样也会影响食欲。开大火先把水煮开，
煮开之后再煮25分钟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哇，老远就闻到香气了。揭开锅盖，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完全熟透了。像我们平时喜欢吃肉的朋友，还可以往里面加一点瘦肉丸子，或者是排骨进去一起炖煮。如果加排骨的话，那么炖的时间就要长一点，可能会炖上1个小时、1个半小时。炖得越久，咱们的排骨越软烂。这样炖煮好之后，里面的苹果已经非常软烂了，红枣也已经完全煮熟，每一个都变得胖乎乎的、圆滚滚的。趁热盛入到碗中，一道好吃又好喝的苹果红枣枸杞茶就熬煮好了。像咱们的中老年人吃的话，还可以在里面加一点排骨或者是棒子骨，会更加滋补哦。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，像这样煮成水果茶就是最好的。苹果被这样煮过之后，就算是怕冷的朋友也可以吃了。而且被煮过的水果，其中的膳食纤维也得到了软化，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也更容易消化。光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，忍不住吃上了一口。这个时候的苹果还特别的烫，快速吃起来还有一点烫嘴呢。这汤吃起来有淡淡的苹果香气，还有咱们红枣的香甜味道。但是这个甜它是比较淡的甜，不像咱们的白糖、冰糖或者是红糖的那一种甜哦。如果你觉得比较淡的话，咱们可以把水放到不烫嘴的时候，加一点点蜂蜜进来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加太多，毕竟蜂蜜虽然营养，但是里面所含的糖却非常的大，一次摄入过量也并不见得是好事。而里面的苹果吃起来软烂入味，里面的纤维还有果胶已经得到了软化，这样更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和利用。我们再来尝一尝里面的红枣，这个红枣现在吃起来也非常的软绵，比我们直接吃的大红枣要甜了不少。别说是咱们年轻的朋友了，真的算是老年朋友，吃起来也非常的软绵，特别的好咀嚼。吃红枣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里面的红枣核，不要咽下去了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。这一点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。当然你也可以在做之前把里面的枣核去掉，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安心哦。喜欢的朋友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